夏天到了，又可以放肆的吃小龙蝦了。但每年吃的小龙蝦口味都差不多，今年想研究个新吃法。今年趁便宜买了60斤，想看看取肉汆丸子能不能好吃。但是过程实在是太不順利了。刚要接水刷蝦的時候，我弟一不小心把盆踢倒了，我当時都懵了。我從來也沒想過買好的蝦居然要重新在家抓一遍，抓了2個小時，我心終於能消停幹活了。結果又有新的意外發生了。刷蝦的時候，我那個水管就沒拿住，我碰巧呲了他們一下。誰尋這一下給大伙呲燃了，蝦都不刷了，變成水上樂園了。等幾個老嫂子洗完澡再出來的時候，就變成這個造型了。那天換號播，就是因為這會兒他們被認定為擦邊女主播。後來給小龍蝦取肉可挺費勁，蝦尾就沒啥說的，就純力氣活硬掰。蝦鉗是最糾結的，就明知道它沒肉，但是不捨得扔，只能一點一點摳。問題一個鉗子就只能取出這麼點肉了，這些我一共扒了1個多小時，取的肉都不到1個碗底兒。後來我就琢磨，這小龍蝦得虧是近代被發現的，這要是早幾百年發現它能吃啊，那蝦鉗肉勢必又是一道流傳千百年的老佛爺名菜。後來有點餓了，就做了個小龍蝦醬拌麵。我最近認識個品牌的 PR， 他看我們成天拉磨實在太可憐了，送了我一台維他密斯的破壁機。這機器賊猛，直接打整隻帶殼的龍蝦都沒問題。它1分鐘能打37000轉，打個果汁賊簡單，可以直接放大塊水果，而且整條魚都可以直接打成魚湯，沒有渣，口感賊細膩，做任何菜都不在話下。然後吃完飯有點勁兒了，就直接給它都扒完了。55斤的小龍蝦，一共就取出5.5斤的肉。這丸子現在呀，全看怎麼說呀。要說它是20塊錢1斤小龍蝦做的，聽着有點一般，但要說它是200塊錢1斤的蝦仁做的，感覺肯定特別好吃。早上的時候做了一大鍋丸子湯，這個丸子吧，就是做的有點熬人，吃的也沒啥特別的，蝦味倒是很濃，但沒什麼鮮味，特別像超市賣的那種捨得放添加劑的速凍丸子。完昨天還偷摸留了幾斤蝦，早上一起給做了。吃上這個，我對我汆丸子這個經典的特別懊悔，甚至都想懺悔。我發現小龍蝦這一生最好的歸宿啊，還是麻辣。